你们的钱是全部放在一起吗？跟父母出轨是最难的。你回去之后不会要哺乳吧？特别想去体验一下台湾的帅哥。小辉，我的 gay 他是活在地下。为什么发烧不是在发骚吗？点一点小鸭子啊。申请泰国签证需要多少资本？Hello， 我是小辉。Hello， 我是一涵，欢迎来到《挥汗流浪记》。上周我们出过一期影片，就是跟大家征集问题的，因为我们想录一期50问，然后没想到大家那么踊跃，留了特别多的问题，我们把所有问题整合了一下，看了一眼之后，发现有100多个问题，所以我们整理筛选了一下，不然的话问题太多了。筛选下来大概有几十个问题，是我们觉得比较值得回答的问题，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回答问题大概分2个部分，就是一部分是我们俩很个人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在泰国旅居的问题。是我先念问题还是你先念？我先念吧。这个很重要吗？就是就快开始吧。你们都是因为什么事情吵架？怎么化解？因为什么吵架？因为酱油瓶子倒了谁去扶这个问题？太多了，就是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吵起来，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鸡零狗碎的小事儿。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如果是特别大的事情、特别严重的事情，其实反而不容易吵起来。因为咱们2个一般发生这种比较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先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发生大事情、大问题的时候，我们俩就是突然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一致对外，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起内讧。对，所以平时一些吵架的点都是一些非常鸡毛蒜皮的，比如说，哎，你怎么又冲我发脾气啦？你对我语气怎么又不好啦？你这个东西怎么又乱放啦？如何，就等等这些小事情会吵起来。你是在说你自己吗？不是我啊，咱俩都这样啊。我有这样吗？有啊，你太不了解你自己了。怎么化解呢？说到怎么化解，我真的是想哭一哭，因为就是我的一个辛酸史，真的非常的难过。给你纸巾。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是他包容我，让着我，但其实每次我们俩吵架都是我先低头。要哭出来了也。都是我哄他，你们难以想象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因为我这个人气性比较小，就如果我们俩吵完架之后，大概过个半小时1小时，我就没事了，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无所谓，都过去了，反正日子还得过。但他气性比较大，记仇。如果是吵完架之后，哇，那没个2、3天过不去这事儿，就反反复复不停的说，也没有2、3天那么夸张好吗？1、2天吧。而且他吵架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你们懂吵架要说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才能代表我赢了，因为我说完之后你闭嘴了。而且如果当下他没有赢，事后一定要再翻出来再争论一番，总之就要争论一个输赢。你没发现吗？不是啊，因为你都是把你要说的话全部都说完了，然后你不让我说话，我剥夺了我的话语权。我想说的话也并没有说完，我只是觉得算了，日子还得过，这点小事情们不要反反复复去说它了。但是你不是这样想的，你就一定要跟我争个1、2、3、4、5、6、7，然后一定要争个输赢。我只是要跟你讲一讲这个简单的一些道理。看我们这期影片的女生应该能 get 到我的点。最讨厌的就是你的老公和你的男朋友跟你讲道理，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啊？你们的钱是全部放在一起吗？不分你我的那种，还是2人各拿出一部分来放在公共的账户里？我们俩的钱，所有的钱，全部的钱都是放在一起的，都在他这里，都在你这里。以前是在他那儿，然后现在是在我这儿。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钱是分开的，对。然后有一部分是放在一个卡里当公共的一个，就是每个月发了工资之后，我们2个都会把一部分钱拿出来，然后放在一个公共的卡上面，然后用来交房租啊，然后这每个月的开支啊、吃饭啊之类的。然后现在所有的钱都放在一起了，因为我是觉得2个人已经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而且已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过生活了，那你们的钱还要分开，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所以我们俩现在计算收入，也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我赚了多少钱，而是说以这个家庭为单位，就是我们家又赚了多少钱。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好计算。反正也找不到比对方更合适的，就这么凑合过日子吧，说不定就过一辈子了。所以这钱也没有必要分开。你们是如何发现自己的性取向的？
性取向如何发现？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反问他们。对，你是如何发现你是异性恋的？你是如何发现自己是异性恋的？我们就是如何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其实鉴别自己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的性幻想对象是异性还是同性。我们不要把一些就是人与人之间很单纯的情谊或者朋友之间的友情，错误的解读为我喜欢他。你要看你对这个人有没有性幻想，每个人都有性幻想，对吧？你的性幻想对象到底是异性还是同性，就决定了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能否简单了解一下你们出柜的经历？出柜的经历一言两语说不清楚吧，这个比较复杂也比较冗长。我们现在订阅才8000多，那我们至少到订阅到1万的时候，我们来场直播吧。第一期直播就可以跟大家讲我们整个出柜的经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因为这个在影片里面真的一言两语讲不清楚。如果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跟父母出柜这一关是最难的，就是跟父母出柜一定是最后一关，因为你肯定是先跟你的朋友啊、同学啊、同事去出柜，然后最后再跟父母去出柜。那如何跟父母出柜的，以及父母如何接受这个过程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分享给你们。你们是怎么保持新鲜感的？咱俩还有新鲜感吗？咱们2个应该已经过了保质期了吧？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是不是不知道咱们俩已经在一起10几年了？我觉得有可能是正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一起10几年了，然后还这么腻腻歪歪的，所以才会问出这个问题来。我现在给你们名词注解，什么叫新鲜感？新鲜感就是当你刚刚接触一件事物的时候，你对它还非常陌生、不够了解的时候，你才会有新鲜感。如果有一天你对这个人完全360度的了解了，你连他身上有几根毛都知道，还有什么新鲜感？能够让你们后面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原因，肯定就是你们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信任、彼此的依靠。你们是怎么赚钱的？有没有什么理财方式？就是怎么一步一步把事业做得这么好，像半退休的状态一样。我事业做得好吗？我们有半退休吗？我没有觉得我们事业做得好啊。对呀，其实这个问题好多人在问，就是说你们到泰国旅居，你们怎么赚钱？以什么为生啊？我们俩在国内的时候是做电商的，对，就是我们俩是有自己淘宝店的，做了将近10年，是做美妆的，名字叫做乌拉美妆，而且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做自媒体，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是不太受地域限制的。对，所以我们到了泰国来旅居之后，我们国内的公司它还在正常的运转，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YouTube 也是，这个平台可以更多的展示我们的生活，同时其实它也是一个创收的平台。至于理财的话，就是平时买一些什么理财产品，然后做一点投资之类的。你们2个有没有想过要小孩？说实话，曾经有想过。其实我好像现在也有在想。对，但是我的这个想法有一点改变。就我曾经确实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基友，他们都要了小孩，就反正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所以我曾经也觉得，哎呀，我也好想要一个自己的小孩。现在其实我在迟疑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确定说有了孩子之后，我后面的人生是不是比现在更好了？它是更好了，还是更糟糕了？因为我也没有做好要去做父母的这样一个准备，而且随着身边有小孩的朋友越来越多，我就会发现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基本上他们的生活80%甚至90%全都是围着孩子转，就是慢慢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人生了。就比如咱们前几天一起吃饭的那个好朋友啊，我们一起正在吃烤肉我们新认识的那个，对，因为他是 gay 嘛，他是奶爸，对，奶爸。然后他来了吃饭，就说不喝酒。我说为什么不喝酒？因为他说因为家里有小孩。Oh my god！ 我说你回去之后不会要哺乳吧？我说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没有奶的吧？他说哦没有，说我只是觉得回到家里头的话，家里会有酒味。我说还好吧，应该不会有这个什么太大的影响吧。然后他就勉强喝了一点，我们当时喝的是烧酒。然后喝完烧酒，吃完饭之后，我们要去酒吧坐一会儿，再聊聊天。他说啊不行了，我要回去，太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家里有小孩。我说你男朋友还有你们家的阿姨不都在吗？而且这个点已经12点了，孩子应该已经睡了吧？他说：“哎呀，可是我明天早上要早起，我要带孩子去干什么的？说一堆。”我说：“ OK，
你可以回去了，不想听你讲这些什么婆婆妈妈的东西，就是你爱来不来，我们自己去喝。尤其像我又那么喜欢玩，又那么喜欢喝酒，喜欢交朋友的人，我难以想象我们家里有了小孩之后，我每天要围着他去转，我觉得我就没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了。但是，我也不能很铁齿的说，我一辈子都不要小孩，就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然后我我想怎么说？然后我是比他要稍微的，想要小孩的感觉要多一点点，因为他想当妈妈。因为我毕竟我是独生子女啊，你有妹妹在嘛，然后我是独生子女。哦，对对。但是我现在其实也是挺矛盾的，我一方面又挺想尽快趁着自己还年轻力壮的时候要一个孩子，因为这样我还能生的时候，不是能生啊，就是我还能带得动他，对不对？对。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做好一个当爸爸的准备。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一个孩子，我也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你们有想过来台湾生活吗？可以同性婚姻？我们一直没有去台湾旅游过，但其实我们俩有聊过这个问题。其实特别想去台湾逛一逛、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台湾有那么多的帅哥。好吧，因为台湾，我刚想说我挺想去体验一下那个台湾的夜市的美食文化啊，我特别想去体验一下台湾的帅哥，因为我发现台湾人都非常的抗老，皮肤都很好，因为那个地方水土很好。然后我听去过的朋友说啊，就是那儿的帅哥很可口，然后都是白白嫩嫩的，皮肤又好，而且讲话声音也嗲嗲的，奶里奶气的，都很可爱。我就特别想去看一看。所以就是咱们两个其实都是馋货，都是吃货，只是说我馋的是夜市上的小吃，你馋的是男人的肉体，对，鲜肉。你们的父母是怎么接受你们是同性恋这件事情的？我刚才说过了，就放到后面的直播里面一起跟大家聊吧。对，就放在我们第1期直播里面，把它当成一整个大的故事去说吧。将来会考虑去别的地方旅居吗？有的话会是哪里？会考虑，很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现在在泰国是旅居嘛，那会在泰国住多久？其实我们俩都是未定归期。对，其实我们两个没有想这么多，对吧？就是随心吧，就是我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如果觉得泰国好的话，我们可能就一直住下去。对，如果是有一天住腻的，我们可能也会换一个地方生活。下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咱们怎么认识的？我们怎么认识的？我们在第1期里面有跟大家聊过吧？对，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第1期的那个是的 YouTube 的影片。你们在没结婚之前有经历过分手再和好吗？我们好像我们这样的狗血剧情应该有很多吧？我们没有真正的分过手，没有真正意义分过手，但是呢，演过很多戏很多，就尤其是你啊，我怎么了？你善于演戏啊，毕竟我演技还不错嘛。对。然后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前面说过嘛，是他追的我，追了我很久才追到手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还挺珍视我的。然后我就抓住了他很在乎我的这个把柄，我就吓唬他，我跟他说，我说哈，我这个人啊，就是说一不二。如果有一天我决定要跟你分手了，我会头也不回的就走，再也不会回来。就是我如果决定要跟你分手，我是不可能被你挽回的。就我跟他说这个话，他就当真了。每次我说我要走，我要分手，我要收拾行李，他就那个非常的慌。有一次我真的，我要又耍脾气，我说我要走，要分手，我就扒衣服，要收拾衣服，然后他又哭，小辉，我有吗？有，你站在那个，你站在那个衣帽间门口，我在衣帽间扒衣服，他就对，小辉，我现在回想一下，当时还挺可怜的那个画面。然后我就这样的戏码，我就玩了很多次，慢慢的，好像他就识破我了，他觉得我好像就是真的是在骗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又要离家出走，然后我就去收拾衣服。然后我就很生气，因为他又惹到我了。我收拾衣服，扒衣服，从那个衣柜里，我发现我扒衣服的时候，也没有人来阻止我，也没有人来哭一哭。然后我就把行李箱特别用力，特别制造出声音，然后往里扔衣服，全程没有来挽留我。我当时已经开始质疑自己了，但是呢，就戏已经演到那儿了。我也不能就此就罢休了，开始拎着那个行李箱往外走，而且故意走路的声音很大，因为当时我们住那个复式，对吧？要下楼梯的话要拎着箱子下楼，箱子又很大，所以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很重的拎下去，故意弄出很大的声音，但是他还是无动于衷。但是你说已经到那儿了，就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而且我还狠狠的把门摔了过来，然后我摔完之后我就在门口
还等了2分钟，我想说他一定会出来看看我到底走没走，结果也没有人出来。我当时就拎着那个行李箱在小区里面转了2圈，大晚上的，我只能灰头土脸的拎着箱子又回家了。因为之前有太多次啊，他总是各种要闹离家出走啊，然后要收拾行李啊，打包行李啊，怎样？然后每次我都是使尽各种手段去挽留他。然后那次我真的很生气，我想说，算了，就这样吧，你走就走吧。但是我后来一看表，现在已经是晚上1点多了。然后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各种这种叫车的 APP 的。我们住的又偏，对。然后晚上其实到一两点钟啊，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直接在路上打车的，是不可能打到车的。如果要打车，是要给那个出租车，就是要给那个电话寻呼台要打电话。但是呢，他根本不懂这些东西，所以我想他应该是打不到车的。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我预料到大概也就最多20分钟，他是肯定要回家了。经过那次事件之后，我整个人就处于下风了。就我以后再说我要分手，再要搞这些戏码，就再也不管用了。为啥你们看起来那么年轻，像20岁左右？请教一下保养秘诀，嘻嘻嘻。因为我就只有20多岁啊。保养的秘诀就是舍得给脸上花钱。中国总体上对 LGBT 还是比较保守的，你们的家人能接受你们的关系吗？你们俩什么时候决定出柜的？还是去蹲我们第一场直播吧。你最喜欢的太府 CP 是谁 ？BKPP 吗？我最喜欢的太府 CP 是 BKPP， 因为只认识除了他们之外，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太府 CP 了。因为除了以你的心全是我的爱之外，我也没有看过其他的泰国腐剧。为什么你们两个讲话都是很正常的男生调调？为什么有些 gay 同志就是讲话特意很娘？听得我无法形容。小辉可以回答吗？你为什么讲话就是 man， 一点都不娘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天生的这个嗓音吧，就像我说话，你觉得我说话不娘，但是我也不是故意刻意的在伪装自己的声音，我天生就是这个嗓子就这么粗。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是小细嗓，嗓子比较细。至于娘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包容的世界，女生就一定要阴柔吗？男生就一定要阳刚吗？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娘不娘都无所谓，就只要这个人他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人就 OK 了。就像有的男人，虽然看起来很 man，很爷们儿，很阳刚，但是在家打老婆，出门打架斗殴，那有什么意义呢？你说他跟那些正直的、善良的、孝顺父母、关爱社会的娘娘的男生相比，哪个人更男人？你们两个在泰国的 gay club 玩，看见其他帅小哥哥会有想法吗？相比国内的 gay bar，感觉怎么样？相比国内的 gay bar 肯定是更好玩的，因为这儿更开放。你看到好看的，就是会多看几眼，总是会忍不住想多看几眼。我觉得喜欢看帅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而且不光是帅哥，我看到好看的小姐姐也会忍不住多看2眼。对，而且我也会跟她说，我说你看那个女生好漂亮啊，好有气质啊，就腿好长啊什么的，皮肤好好啊。我想问问你们怎么保持这些年一直都恩爱，没有分过手？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支撑点的，就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关系啊，我认为的健康的关系，它是应该有很多的支撑点的，有共同的爱好，对，或者是有共同的事业，对，或者是你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是一样的，对，就是有很多的纽带，有很多的点，就像支撑一个建筑物一样，可以支撑起你们的关系。这样的话，哪怕其中一个点坍塌了，那其他还有很多的点可以支撑你们的关系。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只有一个点，比如说你就是图他的肉体，图他的美貌，就我就是冲着你的美貌跟你在一起的，那这个点就很容易破裂。如果这一个点坍塌了，比如说有一天你对他的肉体没有兴趣了，或者是你对他的美貌也看腻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其他任何的点可以支撑你们俩的关系了。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支撑点越多，你们的关系就越牢靠，你们越不容易分开。这就是这么多年让我们俩不分手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俩就支撑我们俩关系的这个点太多了。比如你可以 OK， 我们下一个话题，整个把我支起来。想问两位有做过医美吗？有的话，哪些值得做？我最喜欢的就是打包妥适，打完肉毒之后你的脸会很紧致，而且你没有皱纹。再有就是像到我们需要抗衰的年纪了，你会做一些比如热玛吉啊、超声刀这样的项目，让自己的脸稍微紧致一点。有没有人说韩总很像最近很火的韩国BL剧《语义错误》的男主朴熙涵？
朴熙涵是谁啊？是谁啊？哇，我们真的是现在很多的，我们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了。我没有看过这个剧，而且我也不认识这个男演员。但是，看我们这期影片的有没有看过这个剧的？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他长得像不像？你们为什么要结婚？作为一位跟你们一样结婚11年的丁克族小姐姐，我其实很羡慕身边无婚姻证的 gay couples。我总觉得那纸婚姻证书把我从被宠的女友变为了不需要努力维系关系也一样存在的家人。还是直男不一样？如果是的话，可惜好男人都是弯的。直男直女跟 gay 确实有一点是不同的，是gay 和 gay 之间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尤其是我们国内，他对 gay 的情侣或者 gay 的这个婚姻是不认可的。很多的 gay 他是活在地下的，我说的地下不是真正的地下啊，就是一个意思，不是说阴间，他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拿到明面上来说的，他可能要瞒着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你像男女之间，因为你们的关系是公开的，所以当你们选择分手或者选择离婚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考虑到很多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这个责任和负担。但是很多的 gay 和 gay 在一起，其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一起了，而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友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其实更容易分开，就说分就分了，没有任何的责任感。所以对于 gay 来说，我是觉得啊，可能这个结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会让我更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一点。那我的想法可能和你不太一样。我觉得咱们两个结婚可能就是只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种仪式感和纪念感。我个人觉得说婚姻或者是结婚证这张纸，其实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你是否结婚，或者说你有没有结婚证，它并不能维系住你们两个的感情，感情还是靠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去互相维系的。对 gay 和女性朋友相处的时候很亲密，怎么看？因为比如说只穿内衣在对方面前晃、勾肩搭背的搂搂抱抱、亲亲等等类似的行为，是反正没有欲望无所谓挺正常，还是说觉得这是超过好朋友界限的行为？如果你不介意，他也不介意，那就无所谓啊。如果他把你当姐妹，你也把他当姐妹，两个人都是觉得彼此是姐妹，那就无所谓。如果说像这种比较亲密的行为，或者说穿着内衣走来走去过于暴露的行为，其中一方觉得啊我不喜欢，我拒绝这样，我觉得不舒服，那你们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对吧？你们未来会办一个正式的婚礼吗？干嘛？我们那次婚礼不正式啊？他们可能觉得说我们的婚礼有点过于太小了，简单，是吧？对。我们因为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在美国旧金山，我们当时没有想过说这个婚礼是一个给别人看的仪式。我们当时主要想的说这个婚礼是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所以当时我们不光是没有邀请太多的朋友，我们就连当时的粉丝其实都不知道。对，我们是在那个结完婚之后才告诉粉丝我们结婚了，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仪式它不是展示给别人看的，就是给我们两个人看的。比如说有一些gay couple 结婚，他们可能就会提前很早的去预热啊，去给粉丝一些期待呀，让他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小仪式。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们是有结婚仪式的。我们当时是在旧金山的市政厅里，有牧师为我们宣读誓词，我们是正儿八经的有婚礼的，只是婚礼没有大家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敲锣打鼓、宴请宾客的那种婚礼，但对于我们俩来说，那就是我们的婚礼。所以第一次，无套套的爱都会发烧吗？我看泰剧里第一次的受都会发烧，想知道求答案，哈哈哈哈！是发烧还是发骚？发烧，发烧，不是发骚。发烧。为什么发烧不是应该发骚吗？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标的漫画呀、动画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腐剧里面是这样啊，就是小受在第一次做受而没有套套的时候，然后第二天他就发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实中有人会这样吗？很少吧，我没有经历过。对，我也没有发烧，我只是发骚了而已。你好骚啊！是否在同志交友软体或在一些同志酒吧认识的男生，基本上都不太可能成为真正的终身伴侣。两位夫妇当初又是怎么认识、怎么决定对方就是对的人呢？我们俩其实就是一夜情认识的。我们两个就是在一个
同志聚会上面认识的。对，我们俩当时发生了。对，我们俩当时就是奔着一夜情、奔着约炮去的，但是没想到这一炮就打了10几年，而且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 gay couple， 他们都是在酒吧或者是在那个在一些交友软件上面认识的，也在一起好多年。我觉得这个还是分人吧，还是要因人而异。我们当时是怎么看了对方一眼就觉得他是对的人？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只能确定说看了一眼，他可能是我想上床的人，他是我想上床的人。对，但你说看了对方一眼就知道哦，他是对，就是跟我相伴终生的人，我觉得你可能会看相吧，或者你会算命，不然的话你怎么看出来？没有人能看出来。就两个人的关系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喽。对，就那些在一起10年、20年、30年的人，他们也不是见面第一眼就知道哦，我会跟他在一起30年，没有人有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就顺其自然，开心就好。我想知道，想去泰国时，想在泰国认识你们，可以吗？这是我的梦想，谢谢。想在泰国认识我们俩，其实也不是没可能，未来有可能哦，有可能我们其实也可以在泰国这边开旅行社，而且我们的旅行社跟别的旅行社不一样哦，别的旅行社都是什么呢？去大皇宫，去玉佛寺。如果你想参观这些地方，请不要来报我们的团，我们的团没有这么的常规和俗气。我们的团是什么呢？就是你来了之后，白天把你锁在酒店房间里，给我睡觉，睡，补觉，睡够了，因为我们要过夜生活。晚上就带你去酒吧呀，去夜店呀，看小哥哥啊，点一点小鸭子啊，这才是我们团的一个宗旨。再就是可以追星，我尽量的去打通泰国这边娱乐圈的关系。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泰府的明星，我们就一边看这边的小哥哥，一边在看泰府的这些小哥哥。所以我们的旅行团都是白天在睡觉的，对吗？对，白天当然要睡觉啦。白天为什么要出门？你要去看大皇宫吗？你要去看大皇宫，你不要报我的团，好不好？年后我家小朋友准备到澳洲和我一起生活，一直很担心同居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度过同居之初的磨合期？就每天磨豆腐。其实我们俩在一起一开始的磨合期也挺煎熬的啊，各种狗血的剧情也都发生过，就是各种吵、各种闹、各种打，然后就是各种闹分手什么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我们俩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越来越了解对方之后，我们吵架的频率是越来越低的。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他们争吵的频率纠纷的频率越来越低，其实他们是一个正向的，对，一个良性的发展。因为我身边也遇到过那个谁，我就不说了，就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们是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好，从来不吵架，哇，那如胶似漆，然后越往后越吵，越往后吵得越厉害，打得越凶，一直到他们分手之前都打得不可开交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分开。如果是一个良性的进展，那肯定是你们的关系是越来越融洽的。来了泰国之后，有没有某个时刻在怀疑说是否真的应该出来？谢谢。咱们俩应该来泰国是5个半月的时间了，差不多。这5个半月里面，我们每想起我们做的这个决定，都觉得哇，这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之一，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无论你是男生女生，你是同性恋异性恋，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无论你做什么职业，无论你什么梦想，其实我们最后落点都要落在我们的生活上。开心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你每天吃喝拉撒睡觉，这个是最重要的，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到一个可以让我们俩开心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出来了几个月了，到现在过的每一天都很开心，对，就很快乐，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开心，对，很自由，很放松。OK， 前面就是我们的第一趴，所有问题都是关于我们2个人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关于泰国旅居的问题，我们就放在第2趴。我也是稍微简单的整理了一些资料然后等一下也会，就是我记不住的，可能我就要看稿子了。嗨，两位好，你们2位是持工作证居留泰国的吗？会很难申请吗？申请的基本条件门槛很高吗？你们搬去泰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那么喜欢泰国吗？有什么特别感想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多的妈呀！我们是目前呢是持这个泰国的工作签的签证，是在泰国停留的。那么工作签的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就是2种途径。第一个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条件，在泰国找一个
工作，然后这样就可以很简单的去申请到工作签。还有另外呢，就是你可以找中介。找中介的话，其实门槛也比较低，只要你是手里持有6个月以上有效期的这个护照，然后费用大概是10万铢啊1年。办理的周期大概是2个半月就可以办下来了。至于说搬来泰国一段时间还是那么喜欢泰国吗？那肯定是啊。如果不喜欢，我们就搬走了。对啊，没有必要非得留在这儿。在哪儿旅居不是旅居呢？而且我觉得曼谷是一个越住越喜欢的城市。而且我们又在这边交了新朋友，因为我是交际花，资深的交际花，所以就是不停的在认识新朋友。我现在来泰国，来曼谷5个多月，我觉得我已经认识了有10几个新朋友了。申请泰国签证需要多少资本？多久可以办下来？那我们这儿其实简单做了一下笔记啊，因为看到大家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去研究了一下，查了一下。是的，其实泰国签证分为很多种，你像什么旅游签、养老签啊、精英签，还有那个语言签、工作签、商务签、留学签，对，很多种类型。总有人来问说，怎么样在泰国可以留下来？其实签证类型真的太多了。最简单的旅游签，旅游签其实门槛最低，就几百块钱，找个中介就能办，或者你直接落地签也可以。那养老签的话，就是你年龄要在50岁以上，我们俩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你的泰国的个人账户里要有80万泰铢的存款证明，对，而且要冻结3个月才能取出来，或者每个月至少有6.5万泰铢的退休金收入。另外就是精英签了，精英签是这样的，你如果预算 OK。就是你就直接办精英签最简单最方便。精英签它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来着？富贵签，对，就是富贵人士的签证。它分为5年的、10年的、20年的。5年的是60万泰铢，10年的是80万泰铢，20年的是100万泰铢。大家直接去那个官方网址去查一下就可以，去申请就可以。今年也就是2022年又新出台了一个 LTR 的一个长期签证，最长的时间是10年。但是这个签证呢，相对来说针对的人群就是相对高端一点的，门槛比较高，然后它主要针对4种人群，一个是外籍财富人士，一个是外籍退休人士，一个是在泰国工作的外籍人士，还有一个是技能型尖端人才。我们可以做一个贴图贴到这个屏幕上面。对，因为太长了，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大家有兴趣就直接截图就可以了。你们是在哪家租赁公司包的车和司机？谢谢。我们是在携程，对，携程的 APP 上，其实很多 APP 都可以啊。可以讲讲在泰国刷什么卡合适？是银联的，还是 Visa 的，还是万事达？货币转换啥的哪个更优惠？或者长时间在泰国或者其他国家用什么方式购物或消费更好？如果你是有这个银联啊、Visa 的卡都有啊，那么其实能刷银联的时候，你尽量去刷银联，因为银联更方便一点。因为银联它是直接用人民币结算的，所以说你能够去省掉一些这个汇率的损失。但是问题在于，不是所有的这个店它都支持银联，会比较少。大部分的这个，你去外面去买东西也好，购物啊、吃饭啊，可能更多的店铺它只能刷 Visa 或者是这个万事达的卡。你就记好2点：第一，能刷银联则刷银联；第二，Visa 刷的时候呢，结算的这个服务员他会问你是。用泰铢结算还是美元结算，你就记得用泰铢结算就可以了。请问拿中国护照怎么到泰国定居？谢谢。这个其实刚才就回答过了，办签证就可以了。你办长期居留的签证就可以了。其实你去任何国家都是这样，都是你办长期居留签证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如果你现在目前正要打算来泰国来旅居的话，你来的时候尽量不要选择落地签，而是先要去办一个旅游签，因为如果你办了落地签，到了这边之后再去转长期签证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又有一个朋友问签证问题，但是签证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多说了。但是他重点还有一个问题是，泰国有没有工作机会？泰国对于本国国民的这个工种保护是比较严格的。他对这个外籍人士来泰务工呢是有39个工种限制的。这个39个工种限制，我们也可以放一个贴图放到我们的评论当中。就是泰国他们对本国人的保护是很好的，就是有很多的工种，他们只允许泰国人去做。对，如果你是在泰国生活的外国人，有很多的职业你是不可以去做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人来问说在泰国好不好找工作？好不好找工作的前提，无论是什么工种，前提是你也要会语言才行。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对，如果你连泰语都不会说，你找啥工作？你在这儿做什么工作，你都需要语言交流。请多介绍一些外国人，比如欧美、日本、中国相对条件好一些的老人去那边养老的生活，医保他们可以购买吗？
有这种公司帮助他们处理手续吗？这一点非常简单，其实你去购买商业保险就可以，全球比较有名的保险公司都是可以的，你直接在保险公司的官网去买就可以了。对，其实你去任何的国家都可以买商业医疗保险。是的，有一些商业医疗保险是亚洲通用的，有一些是全球通用的。这次生病感觉泰国的医疗怎么样？工签 cover 医疗的费用吗？哎，工作签它有包含医保吗？有的。对，它工作签的医保是在他们的公立医院。对。但如果你想让这个条件更好，医疗水平更高，然后服务也更舒服的话，你需要去私立医院。所以我们生病之后会去私立医院拿着我们的商业医疗保险去报销。我很想去泰国玩，但是不知道如何好吃好玩好行好住。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在办理泰国行程规划与安排服务，类似于在地旅行社？需要我们开旅行社的朋友有这么多吗？好像下面还有类似的这样。如果你们有这么高的需求，那我们就赶紧把这个旅行社开起来。反正我们跟泰国旅游局也都认识，也有合作。想问一下，如果想去泰国旅居，是直接办经营签适合，还是先办留学签证去适应一段时间再做决定？我觉得你可以先办其他的签证适应一段时间，因为其实我们俩最开始的时候是想办那个经营签来的，因为经营签算是一步到位的，最省事儿、最省心的。但是他一下就办5年，对你至少5年，谁知道要不要在这住5年？对你至少5年，要么是10年，要么是20年。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我们不确定我们在泰国能不能至少待5年，所以我们就先办一个工作签，就先办1年再说。如果是1年过去之后，我们觉得之后我们要长期待在泰国，我们再去办那个经营签。所以你可以先办一个稍微短一点的签证，先适应一下。如果你决定了 OK， 我喜欢泰国，我愿意留下来，你再去办经营签比较好。在泰国生活有语言问题吗？怎么解决？语言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泰国它是一个旅游国家。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来泰国旅游，所以泰国这边的英文的普及度很高，主要针对在服务行业吧。对，就是基本上简单的英文交流都可以，包括就是什么外送员啊，一些餐厅的服务员啊，按摩店的技师啊等等，包括你逛商场的时候一些导购，就是银行的服务员也是，就是他都可以给你讲一些英文，简单的英文交流。所以如果说你英文 OK 的话，你在这边生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除非你要去沟通很复杂的、很特殊的事情。有准备去哪个国家旅游吗？他应该是问我们接下来吧？接下来可能会去韩国，因为我们护照上本身就有韩国签证，所以我们去韩国是最方便的。而且其实我们在疫情之前，去韩国去得很频繁，基本上2、3个月就会飞一次。对，就买衣服啊，吃烤肉啊，做医美啊等等。所以我们已经有3年没有去过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一站就是出境泰国的目的地可能是韩国，然后明年应该是会去美国旅游，还有日本，泰国的水质好吗？有掉头发的问题吗？夏天最热是几度？泰国的水质是公认的不好，所以你在泰国生活的话，你必须要买那个瓶装水来喝，你不要直接去喝它的那个自来水的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们家洗澡的那个花洒最好也换成那种过滤型的花洒，就它有过滤掉很多，有人过滤美容的效果那种花洒。对，过滤掉很多水中的一些不好的物质、一些杂质之类的，这样流出来的水洒在你的皮肤上，洒在你的头发上，就都是水质很好的水，不会去损伤你的头发和皮肤。温度我大概那个 Google 了一下就是泰国呢，它常年的气温是在19到38摄氏度之间，全年最热的是在4月份，4月份的温度大概是38度。38度，就它最高温度大概是38度。其实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夏天最高的时候也有38度，甚至超过38度。所以很多人会说你们在泰国生活热不热啊？会不会就是很热很热？我说真的，我来这边生活了快半年了，我觉得没有大家形容的那么热，就是在国内正常夏天的一个温度。就我们有好几个月晚上睡觉都是不开空调的，真的没有大家形容的那么夸张。当你们都感染了新冠时应该指的是我们前段时间，阳了。对，你们是否都在曼谷自己的公寓或隔离设施中被隔离？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整个检疫的过程？泰国已经官宣疫情结束了，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就彻底官宣疫情结束了，就没有疫情了。现在这边就是一切回归正常了，一切回到了2020年之前的状态，已经没有就是疫情这回事儿了。新冠
跟其他的病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病了，就是新冠跟感冒跟发烧一样，都被列入基础病了，就没有谁会说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会来去控制你，要把你隔离在一个地方，对，或者是隔离你。但是呢，一般的人啊，就是感染之后，他都会在家自己休息几天，就是即便出门呢，也不会去太多的人多的这种公共场合，毕竟他是生病总归是不舒服的。像我们当时就是嗓子疼了好几天，对，而且其中一天还发烧了，然后我还流鼻涕，就跟感冒差不多，但终归还是不舒服。然后检疫的过程呢就更加简单了，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检疫的过程，对，我们就是去 7-Eleven 去买了这个自测盒 ATK 的自测盒啊，然后自己来测啊，到底是1道杠还是2道杠，然后买了这个体温计，吃了退烧药，就是这样。抠着脚，突然想摸你的嘴。哎呀，你把我整懵了。我是来自香港的粉丝，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是遥距工作吗？怎样维持收入来源？还有就是你们来过香港吗？好奇你们对香港的印象。前面呢，我收入来源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有这个店铺啊什么的，都已经说过了。我没有去过香港，这个人没有去过香港。我有办过2次港澳通行证，但是我都很可惜没有去香港，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对没有去过香港。没有去过欧洲，之前也没有去过澳门，是我们这次来泰国的时候顺便去了澳门。香港这种时髦的地方，我肯定去过很多次，包括工作，包括旅游，包括跟我的前男友都去过香港。我对香港的印象就是时髦，就是时髦，因为从小就看那个 TVB 的剧。我下面给你吃啊，好呀。你摸了哪儿？我的下面，我摸了下。想请问你们以后预计拍什么类型的影片呢？由于明年2、3月份要去曼谷小住学泰语，私心想许愿你们拍探店的影片，好想知道好吃的餐厅或者咖啡店之类的。再次感谢你们拍影片分享泰国的生活，祝你们健康快乐。不用再次感谢，谢谢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当这期影片中间插播广告的时候，不要点跳过广告，让它无限度的放下去，因为每1秒钟广告都是我们的收益，好吗？这是你最好的答谢我们的方式，谢谢。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们前面的影片，也可以把前面影片都补习一下，都看一下。他是问的什么问题啊？拜托，你只是在给自己打广告。对，你有回答人的问题吗？他问的什么？前面问的什么？人家是问你以后预计拍摄什么类型的影片，然后他明年要来小住嘛。I know。探店的后面会拍一些探店的，就是包括这边一些特色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可能它每年有什么泼水节啊、烟花秀啊、什么水灯节啊，包括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哪里可以去找到小哥哥睡一睡啊什么的，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时候在泰国买别墅？之前在芭提雅看到的那个豪宅真的很喜欢。我们应该是不会买别墅。首先，第一，目前来说，外国人是无法在泰国合法持有别墅的，比较麻烦，你都要走一些灰色地带。那我觉得房子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大件的东西，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动产的投资，所以我不想让这件事情存在任何的哪怕一丁点的风险，我都不想有。所以就是越简单越好，越简单越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合法持有的话，我们是不会考虑别墅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再就是我觉得泰国的别墅并没有那么吸引人。你像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有别墅情节的，因为在我们的国家，别墅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东西，大部分人都住那个居民楼，那能住别墅是一个生活品质的象征。但是其实在泰国它并不是说别墅就是高级的，有很多的公寓反而是比别墅更加的高级。对，而且泰国是一个多雨的国家，每年可能有一小半的时间都在疯狂的下雨，很多的别墅如果地势没有那么高的话，下雨的时候特别容易被淹。再有就是什么蛇呀、蜥蜴呀、老鼠啊、各种虫子呀，会在你的院子里面。对，就是热带的这些昆虫，这有的没的，可能都会在你的院子里出现。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住公寓，而且住公寓比较有安全感。打算特意上学校学一下泰语吗？我们俩其实目前没有学泰语的计划，因为像我前面说的，其实你在泰国，如果你英文能说的比较溜的话，其实你基本的正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俩其实英文也没有很好，对，所以我们俩就想说，与其去学泰语，
那不如先把英语学好，因为英语通用的地方更多。对，比如说以后我们不在泰国旅居了，去其他国家旅居，英语也用得上。比如说我们去其他国家旅游，英语也用得上。所以其实就是，如果你本身你的英语也是比较不错的情况下，哎，你是可以学下泰语的，对吧？对毕竟是来这边生活了，是的，你肯定会当地的语言，会更加方便一些。但是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哎，英语也是个半吊子，也不是说特别的好，特别的流畅的能和人交流，那么还是学英语吧。对。啊，这胃好辣！疼！怎么了？疼吗？后期想说句话，咋又闹起来了？好了，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吧，好吗？好了，这期就这样了。不知道大家对我们的这个答案满不满意啊？关于这种50问的这种形式的影片，我们之后其实还可以再继续更新。如果大家有更多问题的话，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见吧，拜拜。